嗨，我是老板。之前我们看新闻发现，女生的有偶率创新低。什么叫有偶率？就是女生有配偶的比例竟然创10年来的新低。25到29岁的女生有偶率只有17%，很低耶。所以大家都单身啊？对啊，30到34岁有比较多是41%，可是连一半都不到，都是10年来最低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女生越来越不排斥单身了，那也就越来越难追了。然后这个现象就引起了男生的求偶焦虑，有很多男生跟我讲说，以前女生还会有那种30拉警报的感觉，然后就会想要27、28结婚或什么。可是他说，感觉现在女生没有这样子的包袱，没有，对，所以就不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赶快讨好男生啊，然后我们就要赶快结婚啊，以免我过30岁就没人要什么什么。女生越来越没有这样想了，然后就引发了男生的求偶焦虑，想说，现在女生怎么这样子，怎么就变得很难追，好像讲什么他们都不开心什么什么。于是我们收集了男性发出的怒吼。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频道，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一是女生都只要高富帅，普男到底该怎么办？有这个困扰吗？就是女生有都只要高富帅吗？没有。但为什么很多男生都这样讲？就说你们女生每个都高富帅啊，哪有那么多高富帅跟你跳？他都去哪里认识女生？这会是我第一个疑问。对，你是不是都去欢场找女生？他当然喜欢，因为欢场无真爱啊。你是普男，你是不是不认识普女啊？然后你就说我们普男要怎样？你认识的也不是普女啊。我觉得有时候是他是普男，可是他都喜欢追小模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再来说你们都只要高富帅啊，你怎么都不看看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家就没有这样啊。对啊，对，他就眼光也蛮高的啊。怎么办？我没有觉得女生都只要高富帅，有当然很好，对吧？对啊，可是也不是这么好遇到啊，所以大部分女生也不会真的把条件设得那么高吧，还是要可以录得了，但是要可以录得了眼，对，要舒服。好，那你标准是高帅可能第一眼，那富其实不一定。我觉得只要你认真工作，然后你不会说哦我不想工作什么什么这种的，但高帅就已经很难了。对，但是就是那高吗？至少高，至少高，怎样叫高？180以上啊，180以上很少，在台湾拜托自己去查一下比例，175好不好？怎么那么矮？就是高的男生本来就很少啊，就像女生超过165、168的也很少啊，所以这个条件如果你不修正，你就会很难择偶啊。有吗？女生真的只要高富帅吗？没有我觉得通常会急着交女朋友的男生就会有这种想法。哦，你是说把问题推给女生就对了？对，但我觉得你没有去认识更多女生，或者是女生没有那个意思。哦，我知道，有时候男生会这样，就是觉得女生看不上自己，就会觉得啊，你们就是喜欢高富帅啦。对。可是他只是不喜欢你而已，或者是还没喜欢。对，然后你就放弃了，就觉得说，你们就是只要高富帅啊，一下子就转成这种想法。好，第二点，我觉得听得有点不舒服，但我还是要说，他们说3000把不到妹，却可以买到春，我干嘛还要浪费时间？这是合理的价值观吗？不舒服这什么意思啊？他是想要泄欲吧？老实讲，我第一个听的感觉是，你原本是想要借由交女友达成，对，然后交不到，你就觉得我买春就好，所以你有把女友等于这个东西哦，这很不，那你的心态难怪交不到女朋友啊，该了，因为女朋友不应该是这个价值啊，对啊，跟那个不能比吧？对，所以他的心态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扭曲了，你扭曲了。第3点，30万娶越南新娘不好吗？干嘛被台女糟蹋？他是不是长得他只是从不要互相攻击，冷静。他等于只是从买春变成讲结婚，不是一样吗？你等于只是要一个伴嘛，然后你觉得30万我都把不到妹，可是我30万我可以娶外配，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好像把女生或老婆设定为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要用多少钱去换，然后如果是台湾女生超过这个价值，那我不如不要了，这都有一点把人给物化了。你没有尊重他是一个人的感觉。对啊，我不是东西，不是人。越南新娘那个前阵子网络上蛮多人讨论的，这样很便宜，真的是一部分男生觉得还不错，因为他觉得这个成本我一定可以娶到人，可是在台湾我可能花这个钱我都还不一定找到老婆。而且他们说什么越南的女生都很温柔，然后还很会帮忙什么的。对。我觉得2、3点听起来不舒服的点是把女生变成一个物品，就好像把它当做一个洗碗机、洗衣机工具人，然后你要用最低的金额买到它，挑货的感觉。你好像没有要跟人相处，你只是想要它的功能，你当然就会觉得我用最少的成本换到一样的功能，当然是比较划算的。那是心态。对，你好像是要找一个工具，一个好用的工具，一个听话的工具。第4点，我要分享一个男性的辣椒粉给我的分析，我觉得他说的很好，也很有道理，男生女生都该听听看。他用男生的角度说，男生其实对于求偶是很焦虑的，因为一直觉得自己要成家，要有老婆，要有小孩，可是求偶的过程却往往不是那么顺利，然后这种无助感就会演变成一种愤怒，甚至变成仇女，然后就开始攻击女生。回到根本的逻辑，男人一定需要一个女友或老婆，为的是什么？是解决性需求吗？刚刚的第2点是不是解决性需求？然后传宗接代吗？刚刚第3点就是赶快娶一个老婆传宗接代，还是为了符合社会的期待？不然你干嘛那么焦虑？是不是你急于这3点：性需求、传宗接代、符合社会期待？不然的话，你没女友、没结婚也不会怎样啊。所以他认为是因为男性对这3点其实很急。当你决定不婚不生是你的选择自由，他也想不婚不生，难道不行吗？现在越来越多女生其实觉得不婚不生也不会怎么样，或者谈恋爱不生小孩这样子。如果摆脱性别的偏见，大家都尊重身为
一个人的选择不好吗？这个男生讲的非常有道理。他又提到说，所以男生的这个困境，也就是所谓的求偶焦虑，引发了很多男生心中的恐慌。可是因为男生又很怕示弱，他不能说出来我就觉得交不到女朋友啊，我就觉得女生很难追啊，我以后怎么办？他不像女生会直接这样讲，因为女生可能会我几岁了，我交不到男朋友怎么办？哎呦，赶快介绍男生给我啊！女生其实很随意就说出来，可是男生很怕示弱，会觉得自己好像这样很逊，所以就会用愤怒来表达自己的不安跟困难，然后希望别人能听出他怒吼之下的悲鸣，是吗？悲鸣，然后他说，我们要不要坦率点来面对实际上的问题，而不是一直顾虑自己的形象？所以男生可以思考一下这一大段有没有什么道理呢？因为他是用男生的角度来思考的然后我自己觉得很多男生搭讪不成就会骂女生拽屁，或者是告白被拒绝，就会开始说女生很高傲，然后想要毁了她，开始诅咒这个女生这么挑没人要以后老了嫁不出去活该现在不给我追嘛，我看你以后怎样。男生真的很容易这样，我觉得这个状况就有点像刚刚那个男同学说的求偶焦虑，因为你被拒绝了，你太不舒服了，你就开始攻击对方。他还讲到一件事，男生被女生追的几率是很少的，除非你是超级帅哥，否则你很少被女生追。所以很多男生从来没有体会过被自己不喜欢的人追求是什么感觉，可是女生再怎么样应该都有被男生追过，所以你知道被不喜欢的人追求是什么感觉，不舒服，很烦对，可是男生大部分是没有的。他说只要体会过一次被不喜欢的人猛追狂追，甚至追到家门口，男生可能就会感觉到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可惜多半男生没有这个经验，也没有办法换位思考，当女生对你没有好感的时候，被你追求为什么会用这种态度对你？为什么会很直接拒绝不好意思我不要，或是被搭讪转身就走？他会觉得你真的很没礼貌，可他无法换位思考说女生可能已经被骚扰过很多次了，甚至还会被攻击，所以可能会用这样的态度去对随便搭讪的人。那男生可能是鼓起了万般的勇气跟你要个 line， 却遇到你转身就走，甚至讪笑他，还说干嘛？他的玻璃心就碎了。可是有时候这个东西也没有谁对谁错，也许女生有很多不好的经验。对，我真的也有遇过那种过来要电话，你不给他转身走，他就屌你3字经的。对啊，没品，太多了，真的太多了。我还有女生朋友在夜店被搭讪，他不要，男生拿酒泼他，就是太多了。可是男生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男生就会觉得我鼓起勇气这么有诚意的请你喝杯酒，跟你要个 line， 怎么了吗？你有必要这么高傲吗？这个就是男女经验不同所造成的问题。所以他说的没错，男生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被女生追过，以至于不了解被自己不喜欢或是很随意的搭讪的时候是什么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两性去互相理解一下啦。男生可能有时候也是需要你多一点点鼓励或良好一点的态度这样子。好，老实说，我个人觉得，如果是互相有好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追求，真的会很自然的越靠越近，然后就在一起了。你甚至连告白都不用，因为你约他都不会拒绝，然后他甚至还会约你，然后慢慢的两个人就会走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然的一个恋爱的状况。通常你很需要猛烈追求的，一定是对方对你没有好感。可是通常一开始没有互相吸引的，有时候不管你多努力都是白费力气，有时候很难熬。对，有感觉就是会好像可以试试看。可是跟那种这个我不行，你再凹都是没有用。所以我觉得男生也要懂得观察女生对你有没有好感。如果没有，你也不用硬凹啦，浪费太多时间，你有时候会更不甘心，然后女生也会觉得更烦。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有没有看对眼，有没有好感，比后面用多少招数去追他还要重要的事情。那我觉得有一点求偶焦虑的男生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上礼拜这一集到底怎么追女生，里面有很多男生跟女生分享的经验提供你参考哦。这集也要问观众问题哦，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呢？你觉得该怎么解决男生的求偶焦虑？到底要改变的是男生还是女生呢？请说说你的想法。然后我很推荐我们的会员影片，有很大的帮助。一集是到底怎么心灵交流，一集是怎么成为聊天人气王，这个都是让你们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可以进一步有好感的影片，欢迎大家多看一下。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频道，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